根据欧亚时报的报道，印度空军近期在克什米尔地区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航空展。考虑到中国的珠海航展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印度空军此举颇有些对着干的意思。当然，珠海航展是中国历年来的常规航展，并不是专门显示武力所用。而印度今年的新德里航展结束也没太长时间，又选在此刻开军队的航展，就显得非常刻意。但令记者们失望的是，航展现场出现的印度军机虽然种类很多，却没有大家最想看到的阵风战斗机。航展现场，印度空军派出了常见的苏 30MKI 战斗机、老式的米格21战斗机以及 CH-47支奴干重型直升机，但就是没有阵风战斗机。此次航展在克什米尔首府斯利纳加举行，由印度西部空军司令部司令克利希纳中将主持，当地有超过1万名观众参加航展，不可谓不热闹。印度空军还派出了装备 HJT-16教练机的阳光飞行表演队进行特技飞行表演。曾在印度空军驾驶美洲豹攻击机的军事专家泰克表示，印度目前仅接收了26架阵风战斗机，这些战斗机还分成了2个部分，分别部署于西部的拉达克附近和东部的藏南地区。目前，飞行员和地勤正在进行紧张的训练和战备任务，参加航展只会打乱部队的行动。总而言之，印度空军的阵风数量实在太少了，即便装备满36架，也很难满足东西两线作战的需求。虽然在建军方略方面，印度就一直强调两线作战，即同时满足和中巴两国的作战行动，但实际上，直到去年和中国边境局势紧张，印度才正式感受到两线作战的压力。为了应对强大的中国空军，印度在拉达克和其他边境线附近部署了苏 30MKI 战斗机、米格29战斗机、美洲虎攻击机以及幻影2000战斗机。可这些飞机要么机龄太老，要么航电设备性能不佳，连对抗巴基斯坦空军的枭龙和 F-16都非常困难，更别说要针对新锐的中国空军的战机了。印度现在唯一能依靠的法宝就是这批阵风战斗机，但如果不继续引进新战斗机，那么光是日常执勤就可能迅速消耗这些不多的战机的寿命。此外，印度国土面积广大，很多青年几十年都没有见过什么真的武器装备，在偏远地区开展航展活动，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军队和飞行员的序列。按照印度空军的规划，接下来印度空军还要采购83架国产的光辉战斗机，并引进114架外国制造的战斗机。那么可以预见，未来印度空军依然会缺乏足够的飞行员。所以，航展既可以吸引年轻人参军，又可以向外界表示自己扩充机队的决心。但从目前的进度来看，印度何时才能有新战机入役，可能非常不乐观。在9月25日，与华为公司有同样遭遇的全球轨道交通巨头法国阿尔斯通公司负责人皮耶鲁奇在接受媒体 CGTN 采访时，公开表达了自己对于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羡慕。皮耶鲁奇指出，这是全球历史上第一次有国家站出来，成功击败了美国的长臂管辖霸权。华为没有成为下一个阿尔斯通，但我没孟女士那么幸运。法国没有给出像中国一样的强大支持，甚至还要我快点投降。可能有些读者不太清楚，法国阿尔斯通曾经一度掌控了全欧洲的大部分轨道交通，然而因为美国通用公司想要进军欧洲市场的计划被阿尔斯通挫败，随后美国就以调查的名义直接跨国抓捕了法国阿尔斯通当时的负责人皮耶鲁奇，而这一扣押直接就是15年的时间。在此期间，美国远程遥控法国市场部门，直接导致美国通用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资金直接收购阿尔斯通，可以说是一个政治渗透商业的经典案例。在15年的非法拘禁和承认美国给出的指控这2个选择时，皮耶鲁奇选择了后者。在脱身之后，皮耶鲁奇写下了著名的美国陷阱，第一章开头就是讲2013年他飞往美国出差，结果乘坐的航班刚降落，美国 FBI 就带着大批人手，二话不说直接将自己绑架。很有意思的是，在当初华为事件爆发伊始，很多人都认为华为会成为下一个阿尔斯通，但中国和法国的做法却截然相反。中国的第一反应是回击美国这种远程遥控加拿大司法的这种霸权行为，而法国却在第一次交锋中直接让步投降。皮耶鲁奇称，当时任职法国市场部部长的就是马克龙，在被 FBI 扣押的1个月时间里，他顽强抵抗了美国的 FBI 的虐待，但法国在此期间却一言不发，甚至马克龙还找
找到他，要求他尽快做出妥协和投降。在自己祖国和美国的双重压力下，皮耶鲁齐最终选择了签字认罪。而当他回到法国后，发现阿尔斯通已经被迫出售了3%的业务给美国通用。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马克龙就力主阿尔斯通投降，如今美国人撬掉法国价值4300亿人民币的军购订单，马克龙又是一通30分钟的电话就投降。这样一个深谙法国精髓的总统，也不免让很多人怀疑，美国白宫手里说不定是有马克龙什么把柄，才能让他如此听话。珠海航展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是世界上最具盛名的航展之一，代表的是目前世界航空航天科技的主流。对于航展上出现的一些神秘飞行器，大家普遍都非常的关注。就像比如说，当年我们的歼220在珠海航展首次亮相的时候，惊爆了媒体的眼球。最近，我国又有一个神秘的飞行器模型在珠海航展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它属于我国航天科工五云一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神秘的模型就是其中一朵云，腾云工程的飞行器。有人要问了，什么是五云一车？这是我国航天科工打造的一个商业航天工程新格局，是由飞云、快云、行云、腾云、红云以及高速飞行列车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商业航天计划。这次展出的腾云工程空天飞行器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是一种水平起降的天地往返飞行器，既可以进行载人航天任务，也可作为运输飞船执行货运任务，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型航天设备，预计可以进行长达100次的重复使用次数，相较于各国现有的航天器有着飞跃式的进步。此前，我国亚轨道可重复使用飞行器首飞成功，相关报道只用了一行文字来形容，配图都没一张，官方甚至用出了过于先进不便展示来形容。现在看来，很可能和腾云工程有着很大的联系，毕竟都是可重复使用空天飞行器。从上次的首飞成功以及这次珠海航展的腾云工程亮相，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中国航天正在实现飞跃式的进步。有相关人士指出，以中国以往的作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这次公开展出腾云工程，很可能说明这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并且很可能还有更先进的技术没有展示出来，未来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为什么这么说？分析人士指出，中国近些年来在高超音速动力学方面发展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在建中的 JF22 超高速风洞更是世界最先进没有之一。众所周知，一个先进的风洞对飞行器的研发有多么的重要。今年神舟12号成功从空间站返回，神舟13号也将在近期前往太空，祝融号火星车也正在火星上辛勤的工作，玉兔2号也正忙着在月背创造纪录，再加航空科工这些新航天器的研发，都足以证明我们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航天强国。最近，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澳大利亚将联合美国和英国组建名为 AUKUS 组织，首个合作计划就是美英两国支持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能力。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毫无疑问远远超出了自身的国防需求。它的邻国都是太平洋岛国，海军实力贫弱，连驱逐舰都没有。显然，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就是针对中国。近几年，澳洲非常积极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对中国说三道四，军事上开始积极向美军靠拢，而美国也有意愿让澳洲军队作为偏师牵制中国解放军，尤其是南海方向。根据美国智库分析，如果使用常规动力潜艇从澳洲出发去南海巡航，只有10几天的时间执行任务，而如果使用核潜艇，就有长达70多天时间逗留南海，两者任务时间差6到7倍。一旦澳洲拥有核潜艇，对中国南海有重大的安全影响。南海是中国海上贸易最为重要的通道，绝大部分的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经过南海运往中国。另外，南海也是中国海上战略核潜艇的发射阵地之一。中国早在海南岛部署战略核潜艇，之前075两栖攻击舰、055大型驱逐舰和094型核潜艇同时在海南三亚海军基地举行入役仪式。南海地区安全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有极为重要影响。根据美国和澳洲的战略图谋，澳洲核潜艇不会只装备鱼雷，肯定会装备战斧巡航导弹，作战地位与美国现役的洛杉矶级和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相当。美国也不会那么智障，直接让澳洲建造战略核潜艇，澳洲也不会彻底作死，让美国在本土部署核弹头。澳
洲攻击型核潜艇对于中国常规舰艇、民用船只和南海岛屿设施都有严重威胁。一旦澳洲能建造核潜艇，意味着也能给美国的核潜艇提高维护和补给，成为美军核潜艇部队一个重要的基地。当今，美国部署在亚太地区的核潜艇大多以关岛作为母港，但由于中国东风26等远程导弹出现，关岛被纳入导弹射程以内，战时关岛的军事基地，包括核潜艇码头等港口设置，肯定会遭受严重打击。而澳洲在东风26等远程导弹射程以外，位置相对安全，暂时适合作为美国海军一个安全屋。根据澳洲官方披露核潜艇计划，先用18个月进行相关技术评估，最终起码到2035年左右才有可能造出第一艘核潜艇。整个项目预计用时10年以上。澳洲准备600亿美元作为经费，后续肯定会涨价。由于计划刚刚才官宣，核潜艇的基本参数未定，从英国和美国都参与其中，潜艇选型应该偏向欧洲风格，或许和英国的机敏级相似。内部装备估计以美国设备为主，尤其核动力装置用美国技术。10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澳洲总理、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估计都下台了。一旦哪个国家出现波折，整个澳洲核潜艇计划都有影响，甚至夭折。而中国肯定会针对打击澳洲而改进东风26远程弹道导弹，还有轰20也应该出现直接打击澳洲不成问题。10年后，澳洲肯定不会像现在一样成为美军所谓的安全区，那是中国早就给澳洲打造一批澳洲快递的远程武器。